大家好，我是校长。我再一次感谢三人剧组这次为我们拍摄的片头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部短剧背后所使用的2颗的主要镜头，其中1颗就是来自思锐的这个快门变形组里的50 f1.8，这次搭配的是 BMPCC 4K 进行拍摄，同时还使用了另外1颗，也是这个快门变形组家庭中最新的1颗镜头，那就是来自思锐的35 f1.8快门变形镜头。因为思锐这套快门变形组定位的都是一个 S35 的画幅，所以在 S35 的画幅上，假如你使用这颗35 f1.8，你就可以在 S35 画幅或者是 IPS 画幅上，你可以获得一个 52.5 毫米的焦距，也就是一个接近标准镜头的一个焦距。对，但是它又可以给你一个39毫米的一个视角，也就是说，这颗镜头在这个快门变形组里，它是承担着一个小广角的存在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迫不及待要来开启它，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这颗镜头，我们也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它体积其实跟原本这颗50是差不多的，它的包装盒还小一点，但是它的整体的镜头体积是会更宽大一些。我们来拆开封膜，包装也跟上次不太一样，感觉更精致了。上次大家都说，好像蔡司的那种感觉，思锐可能也有点感觉了。OK， 拿下来之后，侧面还有个封条，我们把封条撕掉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开它了。讲真的，这回做的会精致很多。打开来，外面是有一个配件盒。这个配件盒也是这回思锐新推出的这一个概念，就是你可以给它换屁股。我们手头上也拿到了一个屁股，这个是一卡口的屁股，大家之后可以通过这里面附带的一些工具对它进行更换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你想要使用 M43 或者 E 卡口或者是 X 卡口，甚至以后的 Z 卡口，你都可以通过自己对它进行更换。OK， 我们把镜头拿出来。当当当当，镜头的话其实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它就是用一个真空的塑膜进行一个包覆的。我们打开封膜喽。拿出这颗35，其实你会发现说它比这个50长，而且它又比50更粗。在体积上面，它是比50更大了一些，但是这也没办法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广角的一个快门变形镜头，它肯定会大一些。所以我觉得我定做这颗箱子是有点不太行，我得需要把我的箱子扩大一些，才可以把它容纳下去。Many months later， 真的是过了几个月，因为我们拿到这颗镜头的时间非常长，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，所以看过前面的配置以及它的参数之后，我们总算可以好好来聊聊它的画质以及它的这些使用感受。首先来说，它是一颗快门变形镜头，它是一颗视频头，我不敢说它是电影头，因为它跟电影头的差距还是有非常大的。但是作为快门变形镜头，我们当然搭配一颗比较好的机身去适配它。那我们这次选择的就是 BMPCC 4K，画质比较好，而且又能够比较有好的色彩。当然，我们这几个月着重的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感受上，因为假如是它的画质来说，它全开还是比较肉一些。但是我们拍视频基本上都是以全开的方式去进行拍摄，尤其在 M43 上面全开的话 ，f1.8 的光圈你也只有 f3.6 的景深，而且它又是一颗比较中长焦的镜头，所以说我们其实不会拍出来说非常强的虚化，但是又能有比较好的氛围感。当然，我们也尝试了使用 A7 的机身去进行拍摄，
但是 A7 机身的画质还是比较差一点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我这颗镜头又能用在 A7 或者是偏 PCC 上面？因为它可以换屁股，前面我们也提到。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换成 E 卡口的镜头，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假如想要 M43和 E 卡口双修，那也并不是问题。这么一来，我们的镜头群就会相对简化，我就不用花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镜头，重复花钱是最难受。我们现在要来谈谈它的使用感受。众所周知，视频镜头它的对焦行程都会比较长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对焦。同时，它也有一个无极光圈。无极光圈的话，最大的运用，我觉得就是在切换整体的景深以及它的曝光上。你看我这段素材，我拍这段日出，你看着好像我是做一个黑场的过渡，但我其实是用无极光圈把它从最小光圈拧到了最大光圈，改变了它的进光量，画面自然也发生了变化。在这方面来说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好玩的。同时，思锐这次为这颗镜头配置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对焦环、对焦尺也非常的贴心，也非常的方便我们视频工作者上跟焦器。OK， 聊了那么多，我们也聊到了对焦这件事情，那我们肯定得说说看它的呼吸作用。其实呼吸作用来说，它其实控制的还算不错，从焦点从最近到最远，画面整体构图变化相对来说没那么大，还算是一颗称职的视频镜头。但是它的眩光就不太尽人意。虽然说大家说快门变形头有拉丝有眩光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事情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鬼影还是非常的明显，说明说思锐的镀膜还需要再考究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其实到视频的最后，我们也想聊一下关于视频镜头和电影镜头这个定义的事情。在对于视频头解释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思锐做的还是会比较到位一些。哪怕它做的像是一颗摄影头，但是它利用自己本身快幕变形的特性，以及它特地设置的对焦行程以及无极光圈，很好的把这颗镜头从摄影头向视频头过渡。而且一代的时候，很多人吐槽说思锐既然做一颗视频头，做一颗电影头，不给一个对焦尺，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。但是这一代思锐利用这个 3D 打印定制的这个对焦尺，弥补了这个问题，也算是很好的完善了一代用户的一个遗憾。那么至于说之后会不会针对一代用户再重新出这个对焦尺的配件，这个我还得跟思锐再去核实。使用了这么久，我真的觉得说这颗镜头搭配上之前的50，可以让我们的视角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扩展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整个镜组逐渐完善起来。而思锐说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出3到4颗镜头，也就是说这个快幕变形组可能会有4到5颗镜头，接下来陆续完整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拍摄视角更大的扩展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给我1键3连，给我们你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